谢谢。谢谢，快坐，别客气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。哎，好嘞啊。哎呀，来了这么些人，脑子上还都带着什么呢？都是啊。战战青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挡阳桥。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这个定场诗值钱就在这儿了啊，他哪句都不挨着，也不合辙，也不押韵，但是呢，他落一个开心啊。有人喊再来一个，我是绝不会同意的。再来一个让人笑话了啊！当然了，你们也不是真希望再来一个啊。那我要批评你们了啊！不要这么想就可以了啊。好几位现场的观众脑袋上还戴着一个发卡啊，老郭有心翻，哦呦好，谢谢啊！有几个小姑娘晃晃脑袋，很可爱啊。这边这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们就别跟着。你说这玩意儿是热情，我要因为这个吐了，你说咱这活还干不干了啊？谢谢各位吧，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，很开心。我又要说那句话。就是我一坐在这桌子后边就很感慨，您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，哪一路的高人都有，其实谁都比我能力大。我老说我就是一个废物，说书唱戏说相声，除了这3样，干什么都不灵。你是哪儿说理去？您是男神。哦，好啊，大姐夸我，说我是男神呐啊。太棒了啊！那个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去吃个饭好不好啊？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就行了啊！我不爱跟人吃饭，我特别怵头就吃饭。他们还给我起个名字，说我这个状态叫什么社交恐惧症。我想了想，我也没有什么恐惧的，我就是不愿意。我因为这个没少得罪人。出去演出去，你看我们的演出合同上有一条，严禁安排跟外人吃饭，多么的不近人情。所以说私下里的郭德纲没有意思，出去演出也是，人家想的挺好啊。之前有演出方一定得跟您吃饭啊，他是不了解我这个人格色啊，这还算不错，我没翻脸就算对得起他了。净得罪人了，所以以后有吃饭的事儿找于谦于老师。那是专业吃饭的。现在你们可以找郭麒麟。呵，我们家那个酒啊，都让郭麒麟一人喝了。还有一些出去拍戏去呀，组里那个老艺术家们，大伙儿都喜欢他呀，他又懂事儿啊，就愿意拽他喝酒去。郭麒麟他们自个儿说，郭麒麟一喝酒没完没了，而且就怕这喝的12点夜里边1点了，咱们收了吧。郭麒麟就急了啊。他特别喜欢那个喝酒聊天的状态，他喜欢这个。所以说，我说我们家这点酒都让他一个人喝了啊，挺好。人得有点爱好啊，也得有点事儿干，就跟我唱戏似的，唱戏就是我的喝酒，就是我的抽烟，这不挺好吗？当然，说相声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爱好。站台上说相声，这种快乐是你们了解不到的。你包括于老师站在旁边啊，其实让我挤着他是最大的快乐啊。你们都认为这是逗着玩，但其实不是，但是你不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又不理解，你们会纳闷这人疯了吗？天天让人挤着着，这个快乐，这个你等有机会要干了这行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当然这个机会不多啊，先让于老师替你们开心吧。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但也是最难的了，因为他人人都会说话，你通过说话还得卖钱，还得养家，这就不容易了。掐指一算，这一回头干这玩意儿干了快半辈子了。如果再能从头来一回的话，我可能不干这行了，太难了呀，多不容易啊！磕头拜师，当然我们拜师是没磕头啊，我收徒弟也没让孩子们磕过头啊。你看，你上网搜去，
磕头拜师是个形容词，在旧社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。说相声我们管这个叫什么？叫摆支。拜师的仪式叫摆支，摆下酒席，让你们吃完之后好知道我们是师徒，所以它叫摆支。一般来说，说相声的这个仪式呢，要请算卦的，请变戏法的啊，请什么就是相关的行业吧，请这么几家唱大鼓的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，让江湖人都知道。哎，这徒弟跟这儿得磕头，那个看好多老回忆录，那说相声磕头就这一顿饭磕下来得磕晕了。这磕着，那老先生还得喊让他磕，让他记着，记着什么呀？记着你说相声了，这是老规矩啊。中国人讲究这个。但是我收徒弟这么多年吧，从2000几年收徒弟啊，我收徒弟第一也没摆过酒席啊，除了当年我师傅活的时候，何文先生活的时候，他提出来了，得收这几个徒弟啊，收罗云平他们那会儿，那是第一次收徒弟，这得请客吃饭。啊，因为我师傅在啊，请大伙儿来吃饭，就那一次有酒席啊。那之后我收徒弟再没摆过酒席，我说咱犯不上，对不对？就跟石富宽先生收于谦似的，俩人没有这个摆支的仪式。谦哥说过多少回，师傅咱们这摆支，咱们请大伙儿来。石先生就说别费那劲了，我承认你，你承认我，咱们爷俩好好就得了。石老爷子人想的周到，我后来我也没有，我说你这花这么多钱。请人家来，大伙儿吃完出门还得骂咱犯不上，是不是？我说就别去了啊。所以从2000几年，我收徒弟都是在舞台上，同着现场的观众，你们一鞠躬就得了。孩子们多少花点钱呢？准备点礼物，因为还有银宝袋呢，饮食保持代师啊。师傅跟徒弟之间有这份心，这就比什么都强了啊。当然了，也不能说收完之后就徒弟都好，这也不可能。你孙膑、庞涓还是一个师傅呢。最后不也弄得你死我活吗？那也不赖这鬼谷子有什么教育方法有问题。人这东西很难说啊。您听听说书，听听三国，好多事情其实是能够给您启发的啊。闲话少说，咱们得干点正事喽。上回书说到哪儿了？太开心了啊！你说你们要都记着，我吃谁去啊？哎呀，我也得想一想。因为说完了就走了啊，但是呢，我要指着你们提醒呢，我也就干不了这行了啊。咱们说的是18路诸侯讨伐董卓，兵扎在泗水关外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位王匡王将军，他提出来要选一个盟主，我觉得这个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18路诸侯。这个有大有小，啊，你诸侯嘛，有的人家这占一大片地方，这是个诸侯，自己趁10几万人；有了那个管3个县，啊，手底下400来人，也是一路诸侯，这玩意儿就难说得很了。但是聚在一块儿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翅不飞，必须要选一个盟主，在18路诸侯里边选出一个总负责人来，这个人必须得是帅才。因为什么呢？您想啊，这家里边就是比如说老两口子带仨孩子过日子，弄不好还串闲话打起来呢，这吵起来兵似冰山将似将海，这是多少人呢？必须得有一个总提调官，大伙儿一提他还得佩服，这就行了。所以说整个中军保障里边就乱套了，大伙儿都出主意啊，你说选谁？我说选高峰。你呢？我觉得孙越好，孙越太胖，我选于谦，他净抽烟了。咱们选栾元平吧，别，我觉得烧饼好，反正大伙儿出主意，就整个这里边就乱成一套。但是乱归乱，他最后总得有人出来把这事儿说明白了。这个人是谁？曹操，曹孟德。曹孟德是这次讨伐董卓的总发起人，他聪明啊。为什么说他是一代奸雄呢？他想的也长远。你看这个事儿吗？是他发起的，他约请的各家，咱们到这儿来。要从某个理论上来说，他应该是这个盟主，但是没有，打来了就很谦虚啊，要选一位，各位看看谁合适。所以说他站出来主持这个会议，大伙儿都说完了。孟德说了，说我觉得应该是推举本初。
本初就是袁绍啊，袁绍袁本初，出身是汝南袁氏四世三公。四世三公是他们家的资历，关键人家家最要紧的就是门生故吏遍地都是。他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家族，所以天下无论是什么官，一问您的出身，我是袁家的，您呢，我也是袁家提拔的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哪怕说袁家人不在朝里边，但是你说好吗？连一村长都是人家家安排的，他这个关系网很厉害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，选袁绍没问题。又何况他的势力范围也大，手下兵多将广，这一提出来说让袁绍担任18路诸侯的总盟主，袁绍得客气客气。哎呀，岂敢岂敢，小可我缺谋少智。这个是客气，缺谋少智，我没有，哎呀，智力啊，我这个谋略也差着，能力不行，哎呀，水平不行，人得客气客气。但是呢，袁绍说的对，没有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了。他这是客气，但是实话实说，他确实如此。上一回书我提过了，我说过袁绍这个人啊，虎皮羊脂，凤毛鸡胆，看外表是大老虎，切开了里边都是羊肉，早晚得落在这个烤串的手里头。凤毛鸡胆，哎呀，五彩斑斓的羽毛，那个胆子呀就这么大，跟鸡那个胆子似的，成不了大事。所以到后来手下他趁100多人，趁这么些个兵将，趁着这么多个高人，那些个有名的谋士都跟着他给他出主意，他也没成大事啊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主帅的本质导致的他注定要失败。又何况这里还有他那个弟弟袁术、袁公路，上文书咱们讲过了啊，他们是嫡叔的兄弟，书不赘言，咱不能来回的再讲这个。有人说没听明白，你呀在视频上倒一下上一期你就知道了。一说选袁绍，除了他弟弟之外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有他弟弟袁公路、袁术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别看他是弟弟，他妈呢是他父亲的正妻、大媳妇。你别看他是哥哥，他妈是家里的丫鬟，他属于是庶出。在皇宫里来说，他这样的不能当太子，因为你不是嫡传啊。你我妈他妈那样，这玩意儿怎么让他能当呢？对吧？所以说日后哥俩反目成仇，打得跟仇人似的，那也是应该的啊。但是大伙儿都承认，都说必须是本初啊，要是本初得当这个盟主，我们大家心服口服。到这个状态下，反正客气是客气，客气完了也得同意。就跟你们大伙儿似的，选一个什么这说相声不错的，选郭德纲吧。哎呀，我不行，哎呀，能力一般，哎呀，这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客气客气得了啊，再客气耽误事儿了啊。这儿说完了之后，紧跟着就要进行登台拜帅。都说登台拜帅，有台子吗？没有。包括你说韩信登台拜帅啊，哪位是大将军登台拜帅啊，都是现弄。兵丁们找一个合适的地儿，营里边有负责看风水的，得来这么一高人啊，他跟着看，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哎，就这儿吧，在这儿吧，要垒土台子啊，把这土砸夯实弄好了，上面还得一层，一共是3层，必须得3层，因为33见9，不能到10。中国最大的数字就是9，到10就清零了，啊，都是到9。这个3层台子弄好了，马上6张桌子，啊，这桌子比我这得大，跟案子似的啊。6张桌子拼好了，这儿放上一个金盆，旁边是金碗，还有金针。所谓的金盆，其实呢，基本上就是铜的，就这么一说啊。金盆
金碗、金针。这些个18路的诸侯、大小的将官都准备好了，择良辰选吉日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打仗也是如此啊，中国人讲究这个呀，不管是方位呀、风水呀，这个很大的学问。等有机会咱们再细聊这个。要说这个今天时间又不够了啊，挑一个合适的时间，大伙儿都来了。今天是好日子，什么日子呢？今天袁绍要登台拜帅。首先，各位啊，进行这仪式，就是得请袁绍先讲话，这个就简单了。往这一站，先说说呗。天下大事，现如今，啊，献帝软弱，朝内出了奸臣，大奸臣董卓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夜宿皇宫，卧不坐，普天之下，哀鸿遍野，狼烟滚滚。我们要匡扶正义。这个话是必须要有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各路的诸侯，你站出来说这个话，我不是反朝廷，我是反奸贼，我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这样的话师出有名，这个很重要。当然心里怎么想的另一回事了啊！我们去了把董卓弄死，把美女抢来，把钱都弄走，那是另一回事，明着不能说。把这话说完之后，各镇诸侯得响应。啊，说的对，我们要努力啊，向袁绍学习啊，就类似这个呗。都说完了之后，开始要有一个仪式了。这个仪式叫歃血为盟。您各位在座的都上过学、念过书啊，不像我，初中2年级肄业啊，这个歃，各位都会写吧？啊，这都是比我学历低的呀。看电视剧啊，您各位也知道这个词儿啊，听评书有人也会提过，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细致的讲解过。所谓的歃这个字儿怎么讲呢？用嘴去吸东西，这叫歃。歃血为盟，每个人都走到台子边上来，当然也够了级别的将官啊，哎，拿这金针啊刺破中指，把这血挤在这盆里边。挤完之后，等下一个，没有酒，各位啊，你别看那个好家伙弄好多酒，大伙儿你一碗我一碗，那不是歃血为盟啊。这儿挤完之后人也多呀，啊，挤完之后拿金针要和弄一下，把它和弄匀了，然后这血倒在这金碗里边，碗放在这儿，从大到小各路将官依次过来，拿手在碗里边蘸下血，抹嘴边上。就抹这一下叫歃血为盟。您记住了啊，不是过来你一碗我来吧的。电视剧那么拍出来好看，热闹，但是那个不对啊。咱们就说这一回，因为以后还会遇到这个情况啊，咱就歃一回就得了啊。把这个抹在这儿，代表着起誓了，就是我与对方势不两立，歃血为盟。这儿都完事之后了，请袁绍更衣。首先头上得给他换帽子，要戴帅盔。这个帅盔的后边有一3叉，包括这个东西被舞台上借鉴。您看唱戏的，是元帅戴这帽子上面，他都有这么一尖儿，3个尖儿立在这儿，这叫帅盔啊。从上到下捯饬好了，这是掩心甲、吞口兽，背后是护背旗。这个做主帅的这个护背旗是8杆，8杆护背旗代表着8德。有一相声8德，你们听说过吧？哈，哎，清朝末年8个说相声不错，名儿都带德的啊。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主帅的这个护背旗是8杆，大将两军阵前冲锋陷阵的大将这护背旗是5杆。唱戏的那个是4杆，唱戏那是假的，舞台上弄8个它贵，有这8个呢够俩演员用的了，5个呢有一耍单的不好看，所以说舞台上统一就是4个，它是美化了的戏剧服饰啊，真实的这个没有。这个都完事之后，登台拜帅有一口宝剑啊，大伙儿得把这宝剑献给袁绍，他这儿有一架子，这个剑
得担在这个架子上。这就是军威，以后无论哪一员大将，谁要犯了错，我们这儿有军法，就用这个斩你。你们承认了，咱们今儿就开始正式营业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桌子前边案子头里边立着一根杆儿，这个杆儿的上头有一个龙脑袋，龙脑袋下边甩出一条豹子的尾巴，金钱豹，豹子的尾巴，这个尾巴上打着3道金箍，就立在桌子前边。这个东西叫徽，徽，麻绳的麻底下加个毛。您老听人说我在某某将军麾下听调，徽就是这个玩意儿啊。为大将者6韬3略嘛，其中就有一个豹韬，6韬里边豹韬代表着智慧。挂这个目的就是这是元帅的智慧。你们大家都承认了，哎呦，元帅比我们强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能力不如您，从此后愿意在您的麾下听调。明白了，各位啊？要把舞台装置给大家说清楚了，说故事就没有意义了啊！咱就讲一讲三国以外的这些东西，有利于各位分析故事里边。这些东西都准备完了之后，所有的各路诸侯这些个上将跪倒在地，要拜一拜袁绍。袁绍也跟大伙儿客气客气，又说了几句激励人心的话。咱们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虽然说是18路诸侯，有山南的，有海北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啊！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誓灭国贼。这个话是要有的。这儿都说完了之后，众将啊也都该表态的表态，说着心里话。那么咱们把话拉回来，为什么最后一定是选择袁绍？其实是因为曹操。如果曹操说不能用他，还真就成不了。你别看袁绍势力大，整个的事件发起人是曹孟德。你看，最终解释权在他手里呢，他是商家呀。我约你们大伙来，你们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咱说这事儿啊，我现在说咱们散伙了，不弄了，也就拉倒了。那为什么曹操这么愿意选袁绍呢？他明明自己可以做盟主，为什么选袁绍？他有几个原因。首先说，他俩人私交特别好，关键是从小在一块儿就是好朋友。咱实话实说，一个袁绍，一个曹操，小的时候是问题少年。你当然到后来了哈，那还了得，大汉丞相，对不对？曹操很厉害。曹操年轻时候干那个事儿还不如说相声的呢。你想啊，包括他跟这袁绍，袁绍那家里边4世3公，汝南袁氏，那还了得呀，也净干那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！你看历史记载多少次俩人让县里边逮去了，现在说就送派出所去了，就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曹操好赌博，跟街坊赌博啊，这赌博这对方呢有势力，是朝里边赵忠的亲戚。赵忠知道吧？朝里边十常侍啊，大太监啊，那很厉害。但是赌博这个玩意儿，这赢了就得拿钱，输了呢就得给人家，这是规矩嘛。但是对方不同意，赵忠这亲戚不行，这把有问题。曹操出老千啊，我这后来我才知道出老千是作弊。他们那会儿说老千，我老以为是于谦啊。哎，这输了怎么办呢？那就不给，这就打起来了。曹操跟这个赵忠这亲戚俩人打起来了。你这会儿就看出朋友来了，袁绍就在旁边，袁绍急了，扑上来了。对方人很多呀，那不行。孟德跟我是哥们儿，两个人一起跟人家10多个人打起来，要不说团结有力气，就在这儿，俩人差点人打死。俩人他也打不过人一帮人呢啊！就事儿不大，就说俩人的交情是这么从小一块玩起来的。历史上记载，俩人还干过那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叫人家家结婚了，街坊四邻有人结婚了，
这俩人去了啊，这到那儿去连喊带闹，趁着酒劲儿啊打一顿，闹完之后俩人调戏新娘子，这俩干过这事儿，这是真实历史记载，就这事儿很多，然后让人给送到县里边去了。县太爷一看这两家惹不起呀，这家他爸爸曹嵩，那好家伙汝南元氏，也就落一教育教育呗，啊，就轰出来了。但俩人交情是越来越好，你包括这个有一次俩人出去惹祸去啊，误入一家，这家是山贼，这也是提前没踩好道。山贼家里边那人跟你客气吗？一大帮人拿着刀就追出来了，俩人往山上跑，跑到最后袁绍都动不了了，为什么呢？这草也深，荆棘丛中。袁绍说：“我歇会儿吧。”孟德说：“你必须得起来，要不然追着你怎么？我累了。”那不行，为了让他起来，曹操喊：“在这儿呢！”你看，一喊这个，袁绍没辙了，玩了命的跑，俩人算逃出去了。他是这么个交情，就是从小俩人一块成长起来，互相不避讳。列位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想啊，你身边准有那个打小一块哈流着清鼻涕长大的那个，怎么都行，你也不会觉得他冒犯你了，你也不会觉得他要害你。你要说昨天吃饭人给你介绍的哈，这是什么这赵先生，这王总，你老会觉得啊落一客气，你心里不会完全的相信他，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所以说选他。另外，由于这个董卓的原因，袁家在京城的亲戚都被董卓杀了，所以说大家觉得也很同情袁绍，再加上他本身这种政治资本和他现在带的人，他的兵将，他的100多谋士，所以觉得他方方面面理所应当得让他做这个盟主。曹操也是综合所有的原因啊，也顾虑到所有人想法，就一直往这上面领，所以到今天袁本初啊登台拜帅，一切都很好。由打这儿下来之后，打台子上下来，回到中军保障，大伙儿得喝酒，得庆祝一下呗。你看中国人的特色吧，啊，打仗之前先得喝顿酒，这顿酒喝得很开心。喝完酒转过天来，咱们得干点正事，你不能老喝酒啊，是吧？喝完酒转天，行了，咱们就到这儿吧，很成功啊。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那就没有意义了啊。转过天来，坐在了中军保障，18路诸侯都在这儿了。袁绍往这儿一坐，各位将军，这态度就不一样了。头天来呢，咱们哥们儿弟兄，但现在有威了啊！各位将军，大伙儿得有个尊重的样啊，听训话。有先说国家大事儿，咱们这次为什么要讨伐董卓？其实天天说，那也得说啊，必须时时刻刻的告诉你们啊。说完这个之后，眼巴前得干点正事儿了。诸位将军，何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攻打泗水关？眼前这个位置叫泗水关，我们的目的是打到洛阳去杀了董卓。那么现在地理位置是这样，眼前是泗水关，过了泗水关就是虎牢关，虎牢关前边50里地就是洛阳城。各位您听明白这个道了啊？所以要先打破泗水关。哪一位将军领本帅一支将令攻打泗水关？这头一仗非常重要。第一，鼓舞士气，头一仗必须要赢，但是头一仗风险要大。怎么呢？大伙儿都瞧着你呢。你要说纯是一家的，那是另一回事儿，你就怕这个哪儿都有，露脸也是你，丢人也是你啊。说完这个话，看看左右，众家诸侯也略一沉吟，猛然间就听这边甲叶子哗楞楞楞响，有打这儿出了一位元帅，末将不才，愿讨此支将令攻打泗水关。
袁绍回头一看，心说这个人可了不得，怎么呢？吴成侯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。提孙坚，可能有人不知道，日后他有个儿子可厉害，坐镇江东，他叫孙权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再来一个，那么重要吗？是不是很开心？那就好啊。这个每次这都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。说完定场之后，大伙儿起哄，再来一个吧。你们知道那在家看视频的人多恨你们吗？你看人家弹幕上人家说了你们哈，其实他要来现场他也那样喊。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屁股决定脑袋啊。那下回你没录像，你在家看视频你也骂街啊，挺好，不重要，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对我来说，你说能说书能唱戏，这就挺好。平时在家待着，我看看书，有时写字画画，我那个字儿也瞧不得啊，就是胆儿大呀。我的写字画画纯粹是为了练胆儿，我心里是最有数的啊。好看什么呀？你们捧我那是啊。当然了，就有时候咱也说啊，你看人家那个从小4岁5岁，人家那个临帖的那些位啊，一笔一画那么练好几十年，那个字写的多棒，画也画得好，弄完之后现如今搁到马圈200块钱一张，你说这没法讲理去啊。好多大书法家，我有时候上那儿卖画那看看去，很感慨，人的名儿树的影儿。你要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吧，他愿意买点有知名度的，搁在墙上挂着也好说话是吧？你非得说大书画家张三，他没人知道啊，非得是那于谦老师，你看人家画这烤串多好是吧？不讲理呀！你说这玩意儿，我们那个字儿那个画根本就不值钱，要是不往上写，那纸还值点钱啊！我都觉得快对不起造纸的这帮人呢，哪说理去啊？我努力吧啊！这个写不好瞎写，也比出去惹祸去强啊！愿意画画，愿意写字儿，有时候愿意种菜，我也不是说整块的开30亩地种菜，也不是啊。哪怕家里边吃白菜，切下那白菜头来了，白薯，泡点水，山药，我就挺喜欢这个啊，挺开心。我有一朋友那年还问我，那什么，你这香椿苗要不要啊？你看，我还挺高兴啊，知道我这毛病。香椿，不知您哪位喜欢吃香椿啊？好，谢谢各位啊，擦擦口水再说啊。好像你看天津、北京啊，什么河北还都吃，爱吃香椿。香椿你看春天啊，一发了芽儿，炒鸡蛋也行，吃面条也成。有的时候院里，比如真的谁家树种的好，多摘点拿油把它弄完之后，连油带香椿大瓶装好了，能吃1年，啊，挺好香椿。所以我那哥们儿问我，你香椿苗要不要啊？我说要啊，好，我给你送去。他还不在北京，人家啊在河北省，开车大老远的往北京给我送2棵香椿苗来，给我感动坏了啊！送来了，搁在院里那儿吧啊！我说你赶紧歇会儿，不还有事儿，赶紧得回去。感动坏了，那好哥们儿啊，走吧，他走了。我一看这香椿苗啊，这是臭椿呢，这是。你这玩意儿，香椿、臭椿它不一样啊，这是2种植物，一个叫香椿，一个叫臭椿。怎么分呢？你就看它那叶儿就知道嘛。香椿的叶儿是双的，臭椿的叶儿是单的呀。
你记住了啊，分辨不出来。香椿哈，这棍儿吧，它这叶儿是对儿长，一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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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它是偶数，它老是俩俩的。这个臭椿是奇数，俩长到这儿，它上面准单独出一个。你就看这就一眼就瞧得出来，怎么分辨？你不用分辨别的，你就看当间这是不是有一个，就这儿单支出一个印儿来，哎，它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吧？你说书容易吗？带植物知识普及的啊，就这样的，它就是臭椿。你这事儿闹的哈，我说那怎么办？大老远送来的哈，院外边找一旮旯也种上吧，好歹是条性命啊。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呀，大老远来了，我就种外了，还长得挺快，那玩意儿长挺快，还长挺高，我就忘了。1年后有一次，这哥们儿打电话说什么事儿？说完之后，那个你香椿怎么样了？啊，我说种上了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咱没好意思说，不合适。哎，对，那特别好，那个我也种上了啊，我们一直吃来着。我说你那个跟我这给我那是一回事吗？对，一模一样的，4颗，我留了2颗给你2颗。我说你种哪儿？种我们家院里头了，长得好吗？长得特别好啊！我这个你真吃了，天天吃。你怎么吃？就摘下来，然后泡一泡，有时炒菜，有时做汤。今天我岳父还弄那个吃呢，我都没好意思说，他吃1年多了，你这玩意儿啊，你这就没法讲理去啊！对机会还得告诉他啊，好在吃不坏是吧？这个香椿是个好东西啊，吃面吃什么，到这季节是非常好的啊，这就是我的爱好。我那个白薯种的也特别好啊，我去年冬天种的白薯现在还活着呢。啊，我那个山药种的特别好，整棵的山药有时候买的多，家里边剩2颗没吃了，搁那儿搁着，过些日就长毛了。哎，找一个瓶子，搁点水，搁在窗台上，它能长得特别好，顺着窗户那么爬，啊，有意思啊！这就是个乐趣，这就是个乐趣，别的没试过。我离这农业学家还远一点。我还是好好说书吧。说到打泗水关了，其实我实话实说啊，大战场我不爱多说。为什么呢？它也是每个说书的先生的切入点不一样。有人特别愿意把战场说得很热闹，两军阵前，刀来枪往，战马跑开的死里摊开，半提两掌，哗哗哗哗，这一跑，大战300回合。您听我这么多年说的书，其实很多时候逢大战场，我都不愿意，说得很细致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意义。有的时候渲染一下是需要的，但是它这个不科学。300回合，什么叫回合？这儿骑着马，端着枪，比如说啊，这位呢也骑着马，拿着大刀，一来一往。走到跟前儿，叮咣5、4打2下，这个马就往那边跑了，这马往这边去，往前一跑，2、3里地，这马的劲儿得卸下来，圈回来，再打。他放出去之后，这就是一个回合，这一个回合得20来分钟，大战300回合，那不得饿死？打不死你也得饿死呀，咱得讲理，您说是不是各位？为什么说现在说书不好说就在这儿？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说书怎么说都对呀。现在这观众他都有手机，你说了他这就搜。你们今天进棚来是不是要求把手机都交出去了？我的主意。
倒不是我让拿的，人制作单位怕你们现场录完了发出去，人节目没上线，你们先剧透了不合适啊。当然，这棚里的信号不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这个我还踏实一点啊，省了你们跟这搜。现在说书不是当年啊，你现在花1亿5千万拍一电影，战争题材，加上特效那么好，最后卖500块钱，观众都不爱看呢。凭什么一人坐着说大战500回合你就信了？时代不同了，你还信了？这是我花钱雇来的啊！你吃臭春了吗？这就是听书的乐趣，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啊！你要看电影去，你跟屏幕上说话，他都不理你。我不建议你们跟电影屏幕交谈，会让其他观众笑话你的。所以说，攻打汜水关了，该说的总是要说，要不然话故事也无法往下发展。有人要讨第一支将令，就是吴成侯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。三国难说就难说在这儿，他不像奇侠武艺啊，什么是那些个书随便编个外号就成了。他这玩意儿你编完了，他历史书上有记载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字什么，什么官在哪儿，他这玩意儿不好诈骗啊。孙坚厉害，18路诸侯驻扎在这儿，跟董卓打仗。他这支队伍是为数不多的，跟董卓的队伍打过几仗，并且还打胜的。剩下好些个诸侯就是来聚餐的，吃饭有他，喊口号有他，啊，向袁绍学习有他，两军阵前没他。孙坚不是，孙坚是大将，列位，大将比面将就横，没有面将那么甜，确实是厉害啊！破虏将军呐，要不最后人家那个儿子3分天下有人家的呀，他是孙权、孙策的父亲，孙坚。今天在中军保障一撩假叶子，他出来了啊！启禀元帅，末将不才，讨您这支将令，我要攻打汜水关。他一讨令呢，其他人点点头，怎么呢？可以，因为咱们的实力还不如人家呢，让他去吧，露脸让他露，当然丢人也是他的。袁绍很开心，哎呀，文太兄，有你此去，我高枕无忧，很放心你的能力，就把这个令箭递过去了。孙坚接过令箭来，掖在脖子后边，由打中军保障出来，回到自己的营盘里边，安排一切。所谓的营盘呢，您各位老听人说书，说这个到了他自己的营盘了，说这个走进了辕门了，这些话您都听过啊。京剧辕门斩子，辕门射戟，这个有必要介绍一下，因为部队来到这儿，这是个空地，部队来了，他不能驻扎在城池里边，可不就是空地儿呗？啊，找一空地儿，一个部队出门有粮草，有车，啊，把粮草卸好了，粮草很关键。你出门你不带着粮食，你那仗还打个溜啊，对吧？粮草在后面，前边住着兵，这个外围就把车圈起来了，啊，这个车上有薄牛皮，罩着薄牛皮，这么一圈儿。就整个这一块儿，这叫营盘。这是营盘啊，这里边再有中军保障，是主帅办公的地方。中军保障的边上单有小帐篷，叫子帐，是元帅休息的地方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。那么整个的营盘得有出入的地方啊，出入这口在这儿有2辆车，把这车立起来，就如同是2扇门。立起来之后，它不是有车辕吗？啊，在车辕上立上旗子，这就叫辕门。一般来说就是2辆车，大的营盘呢6辆车，3个门，
所谓的辕门指的就是这个啊，因为说书一定把这个给人说清楚，太笼统没有意思啊。今天回到自己的营盘，把一切都安顿好了，跟自己手下的大将也要商量商量。孙坚手下有高人呐，你比如说程普，比如说黄盖、黄公父啊，这都是有名的大将，很多人到后来都一直出现，得商量商量，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咱得合计合计啊。明天咱们在哪儿上演了？今儿谁开场啊？啊，谁到二？你说什么呀？哎，你们俩别重复了，你来什么呀？也得合计合计。何况打仗，把事儿都安顿好了之后，次日清晨，带着自己的兵前往泗水关。现如今大营盘离着泗水关还远着呢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直接把营盘搁到泗水关底下，你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，那不是打仗，那是送死啊！而且18路诸侯大约占了这么几百里地，人来的多呀，所以说很大的一片地，单独孙坚的队伍要提出来前往泗水关，他是去打仗去的，所以他得逼近泗水关，离着不远，大概5里多地扎下营盘，在这儿安顿好了一切，要跟泗水关开打。泗水关这儿有总兵，这总兵姓赵，叫赵岑。岑啊，赵岑带着自己的副将，这副将呢叫胡震。胡震爱玩游戏，爱吃饭，不爱干活。哎，不是胡震，那是侯震。胡震，你们要提醒我啊，提醒我，要是两军阵前他掏出游戏机来，就是我说错了。人家那儿也得商量商量啊。来了啊，知道吗？早就知道了。傻子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么些人要打来了，知道。城里边精神极其紧张，尤其是这赵岑跟胡震俩人商量怎么办。说您别担心，没事儿。他们的信念好在什么呢？我们是朝廷的人，这是他们的信念啊。按照朝廷这个价值观来说，我们是正方。你们人再多，你们是造反的，这是不一样。我背后有坚强的董太师，我们这还有吕布啊，我们有这有那个，有朝廷，他这个踏实啊。但是眼前人家兵来了，那得打呀。定好了，到转天，终于双方要见面了。泗水关门打开了，兵丁战将由打里边出来，啊，都站好了一排。这边是孙坚，也率着自己的这些个战将，坐在马上，拎着兵刃，双方交锋对垒。像这个事儿呢，首先是得说话。您记住了，无论干什么事儿，都是以说话谈判为主。真到动手，那就快结束了。也没有一上来就二话没说先打了，那不像话啊！先得说，双方得说一说你错在哪儿了，我为什么要来打你，这个非常关键，而且是给自己人听的，鼓舞士气。孙坚说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，也无外乎这点事儿。董卓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谋朝篡位，祸害百姓。今天我们18路诸侯汇聚于此，我们代表着正义啊！我要代表着月亮消灭你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啊，你说出花的也是这点事儿啊。他这儿说着，人家赵岑也得说呀。赵岑那比他说的还热闹啊。我们是代表朝廷，你们是反贼啊！即使皇王俸禄，现如今你们起兵造反，荼毒百姓啊！当的都有话啊。然后我反对，反对无效啊。说吧，都说完了，那说到最后就得打了。你不能说完之后累了，明儿再说，这不像话。那是说相声的斗嘴啊。说到最后，两边都是哪一员大将擒此反贼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反贼。那你都得说呀，没有一上来我是反贼啊，来吧，杀了我吧，那就完了。都得代表着正义，所以要开始干正事了。
孙坚这边出来一位大将军，这人叫程普。啊，有人爱看京剧，什么群英会什么的，到后来这位将军还一直出现。程普很厉害，手中使的是丈八蛇矛，跟张飞那是一地儿买的。有人老以为丈八蛇矛就张飞用，那不能，谁都能用啊。只不过张飞把这个兵刃使出名来了，反正程普也用丈八蛇矛。啊，这儿一催马，哗啦哗啦哗啦哗，直奔两军阵前。赵岑不能出来，他是总兵啊，啊，他出来万一打败了呢？所以旁边有一个玩游戏机的大将军，胡震，啊，胯下马，手中游戏机，这不像话了啊！手中拿着枪，催马上前。打不重要，怎么呢？像他们这种打，在三国里边是铺垫用的。咱们简短截说，马前走了三合，程普一涮枪，由打这儿下去，噗一下子就扎在胡震后腰这儿了。马上的将官呐，一力降十会；马下的将官一巧破千金。这个玩意儿好在这两位啊，用的都是长兵刃，那边是枪，这边是丈八蛇矛，所以之前有的时候我老说，两军阵前这个枪要是跟锤打起来，这锤太吃亏了。锤本身就沉，跟举俩煤气罐似的。锤那个把儿就这么沉，这么点儿哈，这么大一锤脑袋，攥着这俩，那儿丈八蛇矛，你劲儿再大，你到不了跟前儿啊。你还没过来，人家枪到嗓子眼儿了呀！就当初愿意耍锤的这些位，也不知谁给设计的啊！你好歹弄一大点的东西，你捅它也是好的呀，是吧？程普，丈八蛇矛，又打胡将军后腰，攮进去了，噗一下子，这矛这尖都看不见了。紧跟着一较劲，啪，由到马上，把这人就挑下去了。紧跟着有兵丁过来，手起刀落，就是跟着程普的兵。跟着程普有兵，不是单纯的俩人坐在马上就这么打，双方都会有小兵卒跟着护着马腿的。会有人上来跟这捣乱，俩人坐在马上正打着，这底下嘡，您明白了吧？他马腿给你削了，那咕噔就掉下去了。所以双方会有人护着战将，护着战马，也都拿着兵刃是干这个使的。所以您记住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他们老说就俩人跟那儿打，这是不对的呀。啊，旁边有兵卒过来，手起刀落，咔嚓一下子，先把胡将军人头切下来，一回头拴在程普战马的蹄胸上。程普坐在马上，这不这样吗？这马脖子底下挂着一大铃铛，铃铛上有红缨子，这上面有一环儿，这人头拿来之后得拴在这环上。回来这是请功用的，跟着这兵卒是干这个使的，一个是护马腿，一个赢了话好切脑袋。说书难就难在这儿了，必须把这些东西给您说清楚了。好，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怎么呢？你想，汜水关里边就俩负责人，赵岑跟玩游戏这大爷，这下完了啊！这整个游戏这号也没用了啊！我是愿意把它说的轻松一点，您各位能接受就行啊。反正胡震劲儿就完了啊！赵岑着急吗？着急啊！能不着急吗？压力多大呀！一个人在这儿，没有别人，就是我们俩人，有个事还能商量商量。现如今脑袋完了，对吧？眼前来的这只是一彪人马，他后边还有18路这么些人呢，我这个够呛，未必能保得住了，怎么办？现如今赶紧撤。这个兵败如山倒，一点都不假，就跟打架似的，一说赢了上，呼啦说全上；一说跑，那个心都到嗓子眼全跑。关键是这么些个人呢，他从城门里边出来，他城门没有多宽呐，呼噜呼噜往回跑，这就是事儿。
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孙坚的身边又窜出去一员大将黄盖。这个黄盖手里使的是豹尾紫金鞭，紫金鞭有鞭有剪不一样啊，拿着紫金鞭，他就一直瞅着这个赵岑。黄将军心说：“好机会啊，趁着乱我来吧。”噌就出去了，也快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就到了赵岑身边了。赵岑也看见了，要想躲也来不及了，这鞭到跟前儿了，刚招架了一下，人这鞭啪整打在赵岑的后心上，噗一下子一口血就吐出来了。仗着人多，这儿就轰着往城里跑。简短截说，这一仗算是赢了啊！这兵呢，有退进去的，有没退进去的，有抓了的，有杀了。这些个孙坚的人呢，在这儿怎么整理战场，咱不说，咱就说这赵岑回到城里边，赶紧写告急文书。吐血了，吐血也得写，赶紧写，给董太师送去。怎么呢？我已经让人打吐血了，我这副将已经完了，号也扔下了啊！朝廷得管我们呢，是不是？要不然话，这儿一失守，下一站就是虎牢关，虎牢关往前50里地，那一会儿就到。啊，我完了，您也马上就欧窝了啊！赶紧写。写完之后，打发人赶紧去送，给董太师送去。其实董卓早就知道，哦哟，来了那么些个人啊！他们已经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了。哎呀，董卓真急了，这可不行！汜水关如若失守，他们马上就到洛阳，这怎么办？这个董卓身边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吕布吕奉先，是他的义子干儿啊。吕布说：“您不用担心啊，太师，有孩儿我呢。”但是董卓呢，还不愿意让他现在就出马，你得在这儿保护我呀。都走了，洛阳城没人了，哪行呢？所以说不能让你去，他不去就得另选良将啊。说哪一位将军愿意前去抵挡一番？董卓说完之后，身边出了一位，这主啊，个头说得有1.9米，这张脸是几出几入。什么叫几出几入啊？大脑门，脑门下来窝进去了，窝口眼进去了，打这儿往外又翻出来了。高颧骨，颧骨之后又塌下去了，塌进去之后这牙又呲出来了，呲出来到下巴颏子又进去了，进去底下又翻出来了。这脸好家伙，这里的山路18弯。连眉毛在头发发红色，那年头没有漂染这一说呀。这张脸蓝哇哇的，咱也不知是吃了什么是怎么着啊？就这肩膀前胸宽背膀厚，站在这儿就跟个妖孽似的。2道眉毛拧着，就长在太阳穴边上去了。这大眼珠子咣里咣当，都是黑眼仁，白眼珠很少，狮子鼻，阔口，扎里扎沙，一不刚然，就站在这儿。这要是半夜碰见，非得哭不可啊！你准以为这不是三国，这是《西游记》。哼，往外一站，丞相，请赐某家一支将令，此一去，将他18路诸侯扫荡击沉。敢说这话还了得吗？董卓看看他，乐了，
有将军在此，我觉得是料也无妨了。怎么呢？这个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关西人。关西各位知道哈，挨着大阪名古屋不远，不是那个关西。汉朝那会儿的关西指的是潼关、函谷关，从那儿往西那片地区叫关西，那是关西人。当年做过山贼，董卓派人打了好几回才把他收服，确实能力非常的强啊。你要去，我倒是放心。好，赐你一日令箭，希望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人是谁呀？此人姓华名雄，字元昭。此一去才引出来，美髯公温酒斩华雄。